我越来越发现，一个人做事情究竟是如有神助，还是步步维艰，其实只取决于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情，那就是他是否遵循了宇宙的基本法则。我想今天的7条宇宙基本法则可能会让你感觉到恐惧，也许会有点不敢看，不是因为我会讲得很恐怖，而是接下来的内容对一般人的三观而言冲击力太大了。它是一副极为强劲的猛药，但是请相信我，按住你的恐惧去看完它，因为这很有可能是一次可以帮助你改命的契机。只要我们了解自己生命的本性，并学习顺应，除了世俗上的成功，我们还可以轻松自如地获得健康、幸福和绽放的人生。所以请暂时放下手头的事，仔细地聆听。法则1：纯潜能法则。所有创造的源泉都是纯意识，想要由隐而显地表现的纯潜能，当我们认识到的真实自我是一种纯潜能时，我们就与彰显宇宙万物的力量连接上了。生命的第1条精神法则为纯潜能法则，该法则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处于最本质的状态时是纯意识。纯意识即纯潜能，这是一个具有无穷可能性和无限创造性的场。纯意识是我们的精神实质，由于它无边无际、无穷无尽，所以又是纯粹的愉悦。意识的其他属性为纯粹的知识、无限的寂静、完美的平衡、坚不摧、朴实无华、极致乐之福，这些都是我们的本质特性。纯潜能法则的应用。1. 静坐默想。我打算每天拿出一些时间静心，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仅只是活着而已，以此来取得与纯潜能场的联系。每天至少静坐冥想2次，早晚各1次，每次约30分钟。2. 和大自然交流。每天都计划拿出一些时间与大自然交流，静静地亲眼目睹每种生物里蕴含的智慧，静静地坐观日落，或者倾听海洋溪流的声音，或者嗅一嗅花的芬芳，在自己静默的陶醉中，通过与大自然的交流，将领略永远跳动的生命脉搏，饱览纯潜能和无穷创造力的无限风光。3. 不做评判。我将用今天我对所发生的一切都不做评判这句话来开始我的一天，而且在这一天里，我将不断地提醒自己不做评判。法则2：给予法则。宇宙是通过动态交换来运转的，给予和收受是宇宙间能量流的2个不同方面。正是因为我们心甘情愿地把我们所孜孜以求的东西给出去了，宇宙的富有才得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流通。生命的第2条精神法则为给予法则，这一法则也可以称之为给予和收受法则，因为宇宙是通过动态交换来运转的，没有东西是静态的。你的身体无时无刻都在不停地与宇宙的身体进行动态交换。
你的大脑无时无刻都在与宇宙的大脑相互交流沟通。你的能量是宇宙能量的一种表现形式，给予法则的应用。一，给予美好的见面礼。无论我去哪儿，遇上谁，我都会烧上一份礼物。这份礼物可以是一声赞美，一朵鲜花，或者一句祈祷。这样我就将启动快乐、财富和富裕在我和别人的生活中流通循环的过程。二，感恩所有馈赠。今天我将满怀感激地接受生活给我的所有馈赠，接受大自然的馈赠，明媚的阳光下鸟的歌声，或者春天的阵雨，冬天的初雪。我还将乐意接受别人的馈赠，无论是物品，是金钱，是赞美，还是祈祷。三，感悟并祝福。我将承诺通过给予和收受生活中最珍贵的礼物，关怀、关心、仁慈、欣赏和爱，使财富得以在我的生活里流通循环。每次我遇见什么人，我都将默默地祝他幸福快乐。笑口常开。法则三，因果法则。每一个行为都会产生一种具有能量的力，这种力以同样的方式回到我们的身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当我们选择给别人带来幸福和成功的行为时，我们的果实就是幸福和成功。因果既是行为，又是行为的结果，因为一切行为都会产生一种反作用力，以同样的方式回到我们身上。因果法则中所讲的道理，没有一样我们不熟悉。我们大家都听说过这样一种说法：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显然，如果我们希望在生活中创造幸福，我们就必须学会播下幸福的种子。因此，因果也指有意识的选择行为。因果法则的应用：一，看清自己所选择的因。今天我将看清我每一刻所做出的选择，在看到这些选择的过程中，我将把这些选择清晰地放在我自觉的意识中。我知道，为未来做好准备的最好办法，就是清晰地看见自己把选择的种子放在心田里。二，考虑选择的后果。每当我做出选择的时候，我都会问我自己两个问题：我做这一选择的后果是什么？和这一选择会给我和受到这个选择影响的人带来满足和幸福吗？三，扪心找到感觉。我会向我的心寻求答案，让它发出的舒服或是不舒服的信息来指导我的选择。感觉是灵魂与我们的对话，是生命给出的预感。如果感觉舒服，那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做出这个选择。如果感觉不舒服，那我就暂时不做选择。我还要用我内心的理智来判断一下我的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样的指导将会使我能够自发地为我和我周围的所有人做出正确的选择。法则四，自自然然法则。大自然的智慧在轻松自如地工作着，无忧无虑，非常和谐。
充满了爱心。如果我们能很好地利用这种和谐、愉快和爱的力量，我们就能轻而易举地创造成功和财富。该法则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大自然的背后具有无穷的智慧和无穷的力量，能够轻松成就一件不管是多大的事情。这就是无为的随顺大道，不对抗原则，因而也就是和谐与爱心原则。当我们学会了大自然的这一刻，我们就能轻而易举地实现自己的宏大愿望。自自然然法则的应用：一、无为顺受，遵循自然。我打算奉行顺受的做法。今天无论碰上什么样的人、情况、处境和事件，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都将一概顺受。我知道此刻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整个宇宙就是它本来的样子。我不会跟此刻作对，从而跟整个宇宙规律作对。我的顺受是完全的、彻底的，我会按事物此刻的本来样子，而不是按我希望的样子来接受它们。二、勇于负责和接纳。按事物的原本样子接受了之后，我会对我认为有问题的所有事件承担责任。我清楚，承担责任意味着不会因而怨天尤人，要永远为自己的得到付出代价，要永远为自己的过失承担责任。我还清楚，每个问题都是一个改变自己、考验自己的机会。这样的认知可以让我接受现实，然后把它变得更好。三、不做辩护，海纳百川。今天我的心态要保持不做辩护，我将摒除为我的观点辩护的欲望。我会感到没有必要去说服或劝说别人接受我的观点。我将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受各种观点，而不是冥顽不化地抱住其中一个观点不放。法则五：意图和愿望法则。每一个意图和愿望里面都隐含着实现它的内在机制。扎根于纯潜能场里的意图和愿望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当我们把一个意图带入纯潜能场这片肥沃的土时，我们就让这一无限的创造能力发挥作用，开始为我们工作了。这一法则的建立是基于大自然中到处都存在着能量和信息这样一个事实。实际上，用量子力学的观点，宇宙中除了能量和信息别无其他，量子场只不过是纯意识或纯潜能场的另一个称呼。这个量子场是受意图和愿望影响的。意愿法则的应用：一、随身携带愿望清单。为自己的愿望列一个清单，并把这个清单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我会在开始静默和冥想之前看一看这个清单，我会在晚上睡觉前看一看这个清单，我会在早上醒来时看一看这个清单。二、事与愿违背后的宏伟造化。我会把我的这张愿望清单交给上天，相信事与愿违一定是有原因的，相信他巨大的计划为我做出的设计会比我所能想象出来的还要宏伟。也就是说，
如果愿望没有实现，不要悲观，要认为这是上天看到我们的积累不够，再继续等待我们的积累，或者另有更好的安排。3. 把意愿植入意识和行动中。我会提醒自己的行动是现在进行时，不管结果，不停止努力。我不会让障碍消耗浪费我的注意力，我会按现在的本来样子接受它，并通过珍藏在我心底最深处的意图和愿望来实现未来。法则6：超然法则。超然中有着无把握的智慧，在无把握的智慧中蕴含着来自我们的过去和已知的自由，而已知是过去条件反射的牢笼。在我们愿意步入未知这块无限可能场时，我们就把自己交给了那个谱写宇宙舞曲的创造性头脑。生命的第6精神法则为超然法则。超然法则认为，为了获得物质世界中的东西，你就得摒弃老惦记着它的心态。这并不是说要让你放弃实现愿望的意图，你不要放弃意图，你也不要放弃愿望，你要放弃的是对结果的惦记。超然法则的应用。1. 超然物外。今天我会把我自己托付给超然，我会给自己和我身边的人自由，让他们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不会死抱住对事情觉得应该怎样的主观想法不放。遇到问题，我不会强行的去解决，以免因此而造成新的问题。我会以超然物外的心态去参与一切事情。2. 接受不确定性。今天我会把不确定性视为我经历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我愿意接受不确定性，这样解决问题的办法就会从问题混乱、复杂和一团糟糕中自行冒出来。事情看上去越是不确定，我会感到越踏实，因为不确定性是我通向自由的道路。凭借无把握的智慧，我会找到我的把握。3. 接受无限的可能。我会步入无限可能场，期待我乐意接受无穷选择时可能出现的兴奋。当我进入无限可能场时，我将会体验到人生的各种乐趣、奇遇、美妙和神秘。法则7：达摩法则，也就是人生目的法则。每个人都有一个人生目的，一种能奉献给他人的特长或天赋。当我们用这种特长或天赋为别人服务时，我们就会感受到精神上的极大愉悦，而这正是所有目标的终极目标。生命的第7条精神法则为达摩法则。达摩是一个梵语词，意思是人生的目的。达摩法则认为，我们化身为肉体是为了实现一个目的或者一个使命。纯潜能场从本质上说是神性的，而这个神异人的形式出现，以便实现一个目的。达摩法则的应用。1. 注重内心的精神。今天我会满怀爱心地去滋养我心灵深处那尚未发育成熟的神。我会注意内心的精神，它既赋予了我身体的生命活力，又赋予了心智的生命力。我会让我自己意识到我内心世界里那一份幽深的宁静。
我会保持意识不到时间存在的状态，恒久地处于不受时间束缚的体验之中，而展现天赋的价值。我会为我的独特天赋开列一张清单，然后我会把表现我独特天赋时所喜欢做的所有事情一一罗列出来。当我表现自己独特的天赋，并把它们用于为人类服务之中去时，我会忘了时间，使我也使别人的生活变得充实。3. 提供服务和帮助。我每天都会问我自己，我怎样才能提供服务，和我如何才能帮上忙。这2个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将让我用爱心去帮助和服务于我的人类同伴。宇宙不看你的剧情，只看你的频率。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成事毫不费力，机会源源不断，而你拼命工作、学习、看书，却还是困在原地。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你的频率不对。宇宙不会因为你做了很多就给你想要的结果，它只回应一种东西，你的频率。你散发什么频率，它就回馈什么现实。频率就是你每天的能量选择和行动的总和。你可以把生活想象成一个巨大的调频收音机，你在哪个频率，宇宙就会给你匹配的频道。伟大的科学家尼古拉特斯拉曾说，如果你想知道宇宙的奥秘，请用能量、振动和频率来思考。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频率，频率本质上是一种能量的振动。从量子力学的微观世界到广袤无垠的星系宇宙，万物皆在振动。这种振动就是一种频率的体现。物质是频率，声音是频率，时间也是频率，当然人体也不例外。我们的思想、意念、情感、行为都在散发着独特的频率。宇宙就像一个庞大而精准的能量交换系统，它遵循着同频相吸、同频共振的法则。不同的振动频率如同神奇的魔法，塑造出千差万别的物质实相，显化出不同的能量与事件。而这也正是显化背后的底层逻辑。在生活的洪流中，许多人都过度关注外在的事件及人生的剧情，他们拼命地追逐物质财富，用事情的成败论英雄，认为更多的金钱、更高的地位就能改写剧情，走向幸福结局。然而，无论我们所演绎的生活剧情是一帆风顺，还是坎坷波折，是物质财富丰富，还是贫穷落后，是成功还是失败，宇宙都不会评判剧情的好坏，而是依据我们聚焦自身频率而发出的频率来做出回应。它倾听的唯有我们内心深处的频率。一个深陷生活困境却依然心怀希望、保持高频振动的人，宇宙会接收到他积极的信号，从而为他指引出摆脱困境的道路，带来新的机遇和转机。当我们放下对生活既定剧情的过度纠结与执着，
转而专注于提升自己的频率时，生活便会发生奇妙的转变。我们不再为一时的得失而患得患失，因为我们已深刻领悟，唯有内心深处的平和与喜悦，才是宇宙最为真实的核心所在。我们的每一个念头，每一种情绪，每一项行动，都在向外辐射特定的频率。积极乐观的想法和情绪会产生高频的震动，仿佛是明亮而温暖的光，吸引着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事物向我们靠拢。反之，一个被负面情绪笼罩、持有消极悲观思维的人，其振动频率极低，如同暗沉的阴霾，自然只能吸引与之频率相符的低频事物，将负面的经历与感受引入我们的生活。要知道，我们所体验的实相是自己的潜意识所创造出来的。想改变自己的不尽如意的现实，那就改变频率。外在是内在的显化，外在的真实的世界，就是你内心最真实的投射。只要念头一转变，内在的能量频率就会发生变化。频率变了，物质世界的一切都会变。无论你的感觉是好是坏，都会决定你的频率，然后你就会像块磁铁一样，吸引处于同样频率的人事物。好的就会吸引好的，坏的就会吸引坏的。你不在那个频率上，是看不到那个像的。你在那个频率上，想感觉不到都不可能。当你掌控了某种频率上的震动，你就掌握了物质本身。也就是说，调频到一定程度，是可以反过来影响三维世界的实相的。震动越大，振幅越大，频率越大，能量越大。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请在评论区共振。我愿与宇宙同频，吸引美好。从现在开始，让我们觉醒，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频率，与宇宙的正能量同频共振，吸引更多美好进入我们的生活，去创造更多的美好的实相，开启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